现在行政权独大，那检察到底要不要独立于我们现在的司法机关之外？不是不行，但是它会出现一个问题：韩国的检察院是非常独立，但是它的检察总长必须经过总统提名，导致说，如果检察官在主观上或新政上，他已经先天认定他就是要办，有的时候你也很难脱罪，而且他有很多事情去搞你。我认为台湾的法治建设已经是倒退了。一个民间机构能否决法庭的判决，什么监察机构、什么监察院、检察官，那些都是白谈。基本上民意代替司法，准确来说就是用民粹代替司法。这是民主自由吗？当然，有些人口号里面没有法治，你没有法治的话，哪来的民主？没有法治的民主是什么？那就是暴民啊，那就是实力原则，那就是丛林法治。以党领政，党意就是民意。你们现在社会已经到这种程度，所以这是台湾人现在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司法不公正的话，什么民主自由全都是瞎扯。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其实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讨论中华民国政府现行的这个检察体制、法务部、还有检察官、还有司法相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忽略到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检察官的角色跟法务部之间，然后跟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检察官会被政治直接干扰的一个状况，它是跟现行体制有关系的，当然是。那检察到底要不要独立于我们现在的司法机关之外，也不是不行，但是它会出现一个问题，韩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韩国的检察院是非常独立的，但是它的检察总长必须经过总统提名。那确实检察体系如果它相对独立的话，那它是可以有比较强的一个办案的问题。那检察也出现一个问题，检察是个主动权，而且它的权力很大，导致说如果检察官在主观上或新政上他已经先天认定他就是要办你，有的时候你也很难脱罪，而且他有很多事情去搞你，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检察系统到底能不能摆脱政治问题的纷扰呢？绝对不可能。但是我倒是有个感受，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阶段法务部跟检察官之间相当程度的评级是不是好事？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好事。可是呢，我认为包括法务部长还有检察总长应该要有国会人士同意，他才能更大程度的减少行政权独大的问题。那这两个系统就会互相制衡。比如说明朝的时候啊，他们就有所谓的13道御史哦，然后还有所谓的督察院哦，它就多层次的不同的监察机构彼此之间呢形成交互拮抗的这状态。哪像现在台湾，我们是有政风处，那政风处本身功能性很弱哦，它只能做行政调查嘛。再来我们有检察官，但是我们又出了一个廉政署，专门在调查公务员的问题的。但廉政署跟检察官彼此之间什么关系呢？现在常常是检联一起办案，那廉政署你等于就是另外一套检察体系而已啊，这没有太大的功能性。那没有办法形成我们前面所讲的那种古人的智慧，相互拮抗制衡，那一定程度上来彼此之间的防腐嘛。我认为台湾的法治建设已经是倒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民间机构能否决法庭的判决吗？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说的是那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等于说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说是台湾，一个基金会能把一个以前的司法判决给否定掉。这个基金会叫什么？叫28事件纪念基金会。这个只要有这个基金会存在，一个民间机构就会把法律判决给否定掉，这就是司法倒退。这个是韩国对那个济州岛4·3事件的平反的一个法庭判决。韩国虽然现在很乱，但是韩国它的司法，它的以前的平反都是走法律程序，法庭判决啊，以前的判决判错了，或者以前的判决是错误，走法律程序。现在台湾走什么？走民间机构程序。基本上来说，用民意代替司法，准确来说就是用民粹代替司法。对，同意。这张截图的最右边，本案内含法务部113年3月14号撤销有罪判决。这个判决是什么时候吗？民国35年6月14号。所以说16年的东西，这属于转型正义的范畴吗？转型正义不是说228吗？不是说白色恐怖吗？都没到228的那个时间段，也被撤销有罪判决。这个有罪判决是什么呢？有罪判决就是这个人上告台中市的一个法官，他那个诬告他啊，哪有人身监禁、非法监禁的那个事件，告到了那个福建台湾的检察署，然后今年吧就被撤销这个判决。他不能撤销啊，这要去过法院去补判才能撤销吧？对呀，你们的法务部的权力实际上是很不明确的，他都管的事情太多了。在大陆这边说，大陆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务院是跟国务院平行的单位。司法部只是国务院底下的一个单位，你们这个法务部原来是可以管所有的法院的，只是审检分离以后把它归到司法院去了。那么你想，原来管过法院，他现在不敢把手在申请法院里面，尤其司法院还是他的人，来函去一个
法院里面他不照样管？这个被撤销的台中法院院长叫劳维岳，他是怎样的？整个法院40-50人，里面有20个人是他的亲戚，然后就因为228被抓过，然后又关了几个月释放出来，就因为他是228的受难者，所以把他以前所有的剑全部都取消掉了。我觉得这倒不是什么很有问题的事情，毕竟像那个东欧所谓转型正义的时候，多数的那种所谓的按照什么共产主义受难者这种事情，当时很多也是这种就是很简单的一种判决就把它平反了，没有什么很法律的程序。你到这种政治时刻的话，太管法律也是不合理的。你是要平衡，完全搞法律的程序的话，你会对这种政治的就是影响是有问题的。现在是这样的，现在还是没打仗嘛，现在没打仗，你怎么今年的就把那个以前的司法判决给撤销了呢？没经过法庭重新审判的，像那个韩国，这里面很明显就是这个就是你们聊开了，等一下，就是核心一点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一点，汉能统治还有你们现在法务都是一种历史的问题，因为你们现在就思考的是怎么给他打一个补丁，而且这个打补丁的过程也可以让台湾的多数民众看到你们原来是这么一个司法体制，因为多数人他只知道有就是大概是一个检察呀、司法就审判这么一个逻辑里面，他大多数人不知道。如果你们去搞法务部组织法，搞那个法院组织法，因为你们的检察署是没有独立组织法的，或者说你们单独搞一个检察署组织法，就是你们就把它从法院组织法里面独立出来，然后和法务部组织法一起修，这是你们立法委员应该做的。而这个讨论过程一定会引发一堆的问题。这个人大概就只有翁小玲敢这么干，这次限速法会能够推动成功，也是翁小玲干的。就他就发现一个 bug 嘛，就是发现说，哎呀，这个大法官这样玩下去，那真的没得玩。不过是经过民间搞，把以前的司法既定的判决给否定掉。这是民主自由吗？对吧？当然，有些人口号里面没有法治，你没有法治的话，哪来的民主？是不是？没有法治的民主是什么？这就是暴民啊，那就是实力原则啊，那就是丛林法治。如果司法不公正的话，什么民主自由全都是瞎扯。包括美国并不是民主最伟大，美国最伟大的就是自由跟宪政。这个韩国李习月太太干政这样的一个状况，韩国人的愤怒是怒不可遏。而台湾有一个政党呢，他说他们要支持戒严，然后他的支持者竟然觉得这是个好方法。所以你说台湾真的有法治吗？你说台湾这个民进党这些支持者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呢？就光是民进党愿意支持戒严打死不道歉这件事，他就该被淘汰了吧。所以这就从我们刚才所讨论的检察问题、法律治理问题延伸出来的，为什么这么乱？为什么看起来检察官单项的权力，甚至法务部长的权力这么的大，而政治人物却不愿检讨呢？因为当我赢的时候，我就赢者全拿了，靠的是个人的克制吧。那马英九愿意自我克制，陈水扁是受制于人，但蔡英文完全不限制，所以蔡英文是可怕的怪兽。只是蔡英文这个个性啊，他比较喜欢让下面的人去玩，所以看起来没那么严重，他装了一个看起来这个道貌岸然的样子。而赖清德就不一样，赖清德这个人就是赤裸裸的要把所有的权力榨干到一干二净，这个是台湾目前最大的困境。